不多时，一袭白衣的孔宣，一身青色道袍的李长寿，几名花枝招展的仙子聚在床边一阵琢磨。既是七情化身，不如就叫他七情吧。不可。七情之中，每个化身都是相对独立的，若是用一个名字囊括他们7个，反而不美了。那你来选。大德厚土，造福众生，又是巫族最温柔的族。七情化身脱胎于他，更是融合了众生之七情。这般，叫他铁蛋儿怎么样？房间内瞬时落针可闻，那本来在傻笑的女婴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，小腿一阵乱蹬，一股淡淡的悲伤气息散出。李长寿见状一笑，淡然道：你们7个此时果然已经醒了，莫要捣乱，我自不会给你们这般姓名，不过是试你们一下。这里是凡俗之地，凡人本就重七情六欲，你们在此地好好观察，有事可以随时找我或者是孔宣道友，想去哪儿去告诉我们一声，我自会为你们安排。但切记，若是你们用神通影响到了旁人，造成了惨剧，我就要将你们带离这花花世界，带去山中苦修。女婴轻轻地翻了个白眼，在襁褓之中打了个哈欠，闭着眼睡了过去。李长寿微微一笑，与孔宣对视一眼，离了此间屋舍。道友，要多麻烦你了。是我要谢你才对。无论是照看这商部族，还是照看七情化身转世身，都是能为我凤族改善气运之事。李长寿摆摆手笑道：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与我师兄相交莫逆，我自是要为你想着这些好处的。孔宣露出了几分温柔的笑意，随之就轻叹了一声。长庚可知，我已决心定下阴阳归属，但此时缺了一缕先天玄阴气为引。此物何处可寻？混沌海中，或是太阴星上。哦，太阴星。既如此，我去太阴星上走一遭，看能否帮上道友。孔宣略微有些抹不开面，思前想后，低声问：你可有什么事是需要我去帮忙做的？这般只是受你好处，当真于心难安。李长寿袖袍一挥，目视远方，蕴着星光。没有玄都师兄，就没有我今日。我心底只盼着玄都师兄能够安安稳稳，有一名能与他相伴的道侣相伴，潇洒红尘之外，逍遥天地之间。此时我只能称呼道友一声道友，但他日我还是想称呼道友一声师姐。孔宣一愣，同样眺望向天边，目中满是安宁，久久不能回神。虚假的替人弹琴，无非就是爱是一道光，绿到你发慌，又或是我有敲一把，墙角都能挖。真实的替人弹琴，核心点围绕师兄展开，为仰慕师兄的孔宣画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让孔宣心底产生期待感，而后再表明自己会全力协助促成此事，这就是寿的报恩。稍后再想一个办法，稳一稳文静，让文静能够踏踏实实的为人教做事的同时，也要让他多一点对未来的期待。师兄啊，师弟只能帮你做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了。玄都城城墙上，睡梦中的玄都大法师忍不住翻了翻身，抬手捏了捏鼻子，继续舒适地睡了下去。远处混沌海中，灰气起起伏伏，但那些讨人厌的域外天魔、天外生灵却是毫无踪影。血海，某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李长寿10个月前梦中上演的那一幕情形就在此地。此时这血莲已经是凝成了11瓣，第12瓣已经有了大概的轮廓与虚影。
汇聚众生之怨恨扼杀之意，凝聚无边业障。血莲背后，那老道的身影已经是无比虚淡。正此时，这一片灰暗天地忽然被紫光照亮，道道紫色雷霆如若狂浪奔涌而来，转眼将这血莲吞没。但是雷霆过后，血然安然无恙，只是血莲背后的老道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囤积在血海之中的无边业障再次汇聚而来，莲花正中升起一只浅白色的火苗，诡异且安然。自梦境现出血莲的天道暗示过去1年，李长寿每日都在做吹哨喊人抄家伙的准备，但是血海安安静静，安全无事发生。地府肯定还是要出事，尤其是在西方教占了便宜之后，很有可能还会从地府入手，打开缺口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在丰都城中放了一具指道人，平日里伪装成一名小判官，时刻监察此地动向。顺便，李长寿在灵珠子进入赤胆殿49次后，也将他接回了天庭。灵珠子修为还不足长生金仙境，肉身战力提升虽快，却也发挥不了什么效果。稳一手，让他在天庭安心发育才是。就是此时的灵珠子，阳光照耀在水神府院前，赤膊长发，身着一条铁色长裤，打上绑腿的青年道者，被一群脱下了战甲换上了便装的天将包围着。看此时的灵珠子，虽然浑身的皮肤还是偏白，但比去地府之前已经是强壮了不知多少，线条几乎是完美，浑身肌肉蕴含着惊人的力量，浑身散发着浓郁的大丈夫气息，就是这一开口啊，还是那般清脆动人。各位请。灵珠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周遭一群天将低吼着扑了上来，人影交错，拳脚乱飞。不多时，一名名天将飞天落地，口中痛哼不止，或是鼻青，或是脸肿，严重一点的也就是粉碎性骨折，都是仙人，这点都算是小伤，仙力一扫就能够复原。灵珠子拍拍手，看着满地伤员，咧嘴一笑，下手自是留了几分分寸。府内不少天兵天将看着这一幕，也是各种感慨。有几个天兵天将头顶仿佛冒出了粉色的气泡。此时，一位白发白眉的普通拳神在旁边飘过，道一声：“灵珠子，随我外出一趟。”是。灵珠子定声答应，立刻拽出短衫银甲，精精神神的跟在了李长寿的身后。此时看来，地府一行完全超出了预期效果，甚至此时还有点……师叔，啥时候天天要对外征战？我想一同去见见世面。师叔，那18层地狱内是什么情形？师只想进去见见世面。师叔，你看这些仙子，一个个细胳膊细腿，假若有魔兵杀上天庭，如何抵御？不如师叔也安排他们去地府中见见世面。少说，多看，不要被巫族影响太深了。他们修的是肉身，但大多数天庭仙人走的都是元神道。灵珠子咧嘴一笑，点头答应一声，老老实实的跟在李长寿的身后，挺胸抬头，自成英武风范。虽然有点小瑕疵，但也算是达到了太乙师兄的要求了嘛。出水神府，朝左拐，驾云御空，不过片刻就能见到一座正在修缮的宫殿。那里就是李长寿的新家，玉帝下旨命天庭工匠建造的太白殿。李长寿对此其实没什么感觉，毕竟也就是放一只指道人的地儿，富丽堂皇一点，简陋一点都无所谓。权势二字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他如今在天庭已经是一对之下，万仙之上。他真的快乐吗？快乐，很快乐啊！而且太白金星的快乐旁人都想象不到。灵珠子笑问：“师叔，咱们要去哪儿？”广寒宫。
去寻一缕先天玄阴气，给一位大能做贺礼。灵珠子有些不明所以，但是并未多问，老老实实地跟在身后。仙识扫过，能见天庭各处都有铜镜之影，水神护鱼的品牌影响力也日渐增强。这种娱乐互动方式填充了不少仙神的空虚道心。这2个月的时间，李长寿都在查那先天玄阴气到底是什么，也是在天庭收藏的远古石板中找到了相关道文，大概便是天地开辟划分阴阳时，曾有太玄之气被开天神府斩作太玄阴阳气。这些太玄阴阳气大部分散落于混沌海中，小部分被盘古神眼球所化的日月吸引，归于天地间的阴阳2极，也就是太阴星、太阳星的星河之中。想要采集这般先天玄阴气，比采集太阳真言还要困难数倍。孔宣修有5色神光，5色神光脱胎于先天5行气，若要不损这般神通的威能，以玄阴气为引，定下自身阴阳归属，也算妥当。为了顺利让己方核心大手子加1，本不愿再来广寒宫的李长寿也只能再来跑一趟了。恒娥的身份着实是太特殊了一些。行过月宫，李长寿也就进去看了看，毕竟已经被册封为嫦娥总教习，没有过门而不入的道理嘛。灵珠子那清秀的面容，爽朗的微笑，硬朗的身姿，顿时就吸引了不少仙子侧目。但是灵珠子对此只是微微皱眉，怀念起了自己跟巫们在幽冥界的泥地里面打滚的岁月。李长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小细节，隐隐有些担心了起来。莫非过刚了？师侄啊，刚离开月宫，李长寿就笑呵呵地问：你修行至今，距离金仙境也已经不远了，可想过寻一道侣？灵珠子顿时有些脸红。是说灵珠子上位上？李长寿甩了甩拂尘，仰头大笑，调侃：莫要如此扭扭捏捏，你我都是男子，这些话题要敞开了聊。灵珠子啊，你也见过了不少女仙，可觉得哪位仙子颇为好看，想多看几眼呢？这灵珠子吞吞吐吐了一阵，又皱眉凝思，一时之间答不上来。跟女仙玩耍哪能打得痛快？这些仙子瘦胳膊瘦腿的，一拳下去岂不是要嘤嘤吐血？恰好李长寿已经是驾云带着他到了月桂树侧旁，天庭伐木宫吴刚处。铿锵的伐木声中，吴刚挥舞大斧时的身姿，其中蕴含的道韵，让灵珠子双眼放光，心底惊叹不已。初时不懂战法，不明此间真意，而今所见，方知师叔说的不错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。这斧刃的轨迹，对力道的运用，力发于脚底而绽放于斧刃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。好斧，好斧啊！灵珠子看得入神，丝毫未觉侧旁某普通天庭权神那张老脸逐渐发黑。李长寿的心底近乎是翻起了滔天的巨浪。这巫族战法威力这么大的吗？还能教歪了？这可是今后的哪吒呀！三坛海会大神，天庭未来战将排行榜前5的小将，是他就是他，这般凡俗歌谣传唱的小英雄啊！不能这么快就下结论。灵珠子啊，你且在此地等候，我去与这位前辈谈一谈。言罢，独自驾云向前，暗中观察灵珠子的反应，赫然发现灵珠子还是双目放光的注视着吴刚那雄壮的背影，呼吸都开始有些失调，整个仙的血气运转都比此前快了3分。慌，就很慌。
倒不是怕某阴阳语大师用口水吐我，纯粹是因为我好像教坏了未来的小哪吒呀。这个洪荒虽然凶险，但也不能变成也不对啊，好像从赵大爷那一躺开始，这洪荒跟我想象中的就有些不一样了。罢了，先确定是不是，再说如何。假若灵珠子真的走偏了路，那就尽力的干预，努力治疗，实在不行就只能够给予尊重，远远的祝福了。巫族到底是个怎么的风气？玄阴气。吴刚拄着大斧，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热汗，接过李长寿递过来的鲜酿，牛饮一口，笑道：你找这玩意儿干啥用？殿下那里应该有许多，你找他要去就是了。之前我去太阴星河采了很多，也不知道殿下有什么用。哦，李长寿也没有想到此事来得如此容易，赶紧抱拳道谢，与吴刚聊起了近来的大事。吴刚皱眉：香火神国，这不是扼杀人族天性？若是在经文中做些手巧，岂不是让一出大千世界中的人族进阶化作行尸走肉？还没到那般地步。据我调查，西方教此时还处于汲取众生念力、凝聚香火功德的阶段。此前跟西方教相争，道门这边也吃了一点小亏，让西方教的气运稍稍稳固了一些。此时晚辈也在发愁该如何化解香火神国之危，前辈可有良策？世人多愚昧，对方已是抢占了先机。吴刚一阵沉吟，此事还是要尽早解决，有些死伤也在所难免，不可畏缩不前。李长寿虚心求稳，又问：在上古时可有这般情形？